老的埃及信仰的是法老王，信仰的是另外一个埃及的神祇，一直到了西元600多年的时候，伊斯兰教才正式改变了埃及人的信仰。而埃及的金字塔在历史上已经超过了4500年，甚至直到了1889年建造埃菲尔铁塔之前，它一直都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称为叫做建筑物。金字塔有好几吨重的岩石堆叠而成，不管是以当时的埃及人口、搬运技术、建造知识，都是在当时难以盖成的宏伟建筑。因此，金字塔的建造方式呢，一直以来呢，让所有的考古学家想破头也想不出来的千古谜题。我们现在来到了开罗的吉赛金字塔区，它也是整个在埃及里面最完整的金字塔，最震撼的金字塔。很多人可能会不知道，它金字塔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而已哦，其实大大小小目前在埃及的金字塔还有很多，但真正比较具规模、比较完整、比较大型的是在吉赛的金字塔区，名列为全球7大景观之一的古夫金字塔，由230万吨的石头所盖成的。每一块石头平均都有2至3吨重，总高度达到147公尺。在埃菲尔铁塔出现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就是古夫金字塔。4500年前的古人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金字塔的内部是花岗岩采石场附近的那个沟渠啊，他们运用呢花岗岩采石场挖了一个水道水运，把石头呢用这个水漂流的方式呢流到这个地方来哦。4500年前，他们用水运的方式挖了一条水道，直接呢将石头放在这个河流里面漂流到现在要盖金字塔的遗址。水运当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石头不会沉入水中，是怎么样用的呢？而且金字塔的高度非常的高，河水是怎么把石头运到高处的呢？金字塔的原料来自于距离遥远的采石场啊。古埃及人没有橡胶之类的漂浮工具，他们利用皮筏跟绳索固定石块，让石头浮起来。而皮筏的原料就来自于饲养的羊群，把这个羊群的宰杀之后呢，把这个毛皮剥掉，接下来呢，把它吹气啊，鼓成的羊皮呢，就充满了这个浮力啊，然后呢，提供了足够的浮力。过来呢，等到金字塔的边啊呢，起一个那水塔是赶快关刀哦，然后呢，安怎把这个石头呢，慢慢的因为这个水流的高度呢，起起来，那水塔呢慢慢的升高上去哈，然后而且埃及附近呢，尼罗河附近找了很多的紫砂草，用途呢就是沙子草建造金字塔的时候，也用这个紫砂草来编织粗硬的绳索，所以这是吉赛金字塔区的3个金字塔。有没有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所有的金字塔群就在这个地方，永恒的世界奇迹吉赛金字塔群哦。来到这边呢，不管金字塔的历史的啦光是看到这边呢，我就说了不赶快拍好像对不起自己一样既然前世纪就已经都4500年前了就拥有的金字塔。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最大、最古老、最神秘的雕像，它的背后的神话来源，据传与人世以外的联系，成了历史的宝藏。最著名的人面狮身像，它就位于在吉赛金字塔区，它也在卡拉夫金字塔的旁边而已所以进来这里面，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看得到狮身人面像从严格的意义来看呢，它并不是芬克斯传统意义上的芬克斯，虽然深受埃及跟后来的美索不达雅神话、布达米亚神话的影响经典的古希腊斯芬克斯有着呢
狮身女人的头跟鸟的翅膀所以在希腊你马赛看到狮身女人的头、鸟的翅膀，而吉萨的标志性狮身人面像其实是男生的狮身兽没有那个翅膀，所以狮身人面像与公认的形象差了进一步的差异所以如果你对于历史有研究的人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在希腊也有狮身人面，但是不一样，它是女性的，而来到了埃及它变成是男性的，所以狮身人面像其实涵盖的意义呢，也串联了当时世界历史的一些串联而且狮身人面像是现在我们大家叫它的名字以前并不是全部都是这个名字那我们现在来到的也是埃及博物馆，由埃及人称为埃及博物馆之父的法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在1858年在开罗的普拉设计所建造的这个博物馆呢，其实整个埃及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一路走，我们几乎都是以尼罗河为它两岸旁边呢再去观赏的那现在我们也来到了尼罗河的东岸，也就是埃及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呢，以广为收藏法老时期的文物为主。埃及人又习惯了把它称为叫做法老博物馆埃及博物馆是一座砖红色的建筑，1881年来开幕。建筑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埃及的2种代表性的植物：莲花跟紫砂草。古代埃及紫砂草是三角叶为象征，以古代的下埃及啦，它把它画一个三角叶。上埃及古代埃及分成上下上埃及则以莲花圆形叶为它的象征。进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所有在埃及博物馆当时从法老坟墓当中所收取出来的。博物馆前面包含从大花园一路进来到里面看到的每一个雕像，每一座包含狮身人面像，不止在胡夫金字塔旁边有，来到了埃及博物馆，你也可以看得到另外一座的狮身人面像还有方尖碑的长海底部等等呢。走进来这里面，通过了安检，进入到博物馆的内部，瞬间就被震撼了，因为馆内展出的文物呢，超过6万多件其实有30多万件，但是没地方摆大部分都放在地下室，不如其中还可以有一种被文物包围的感觉，包含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到完整的木乃伊。很多人说，埃及的博物馆3天3夜也让你看不完。那这里面真的太多了，博物馆里面唯一一件的复制品就是1798年复制的石碑。这个石碑呢有3种文字，是从一进门就看得到了。考古学家认为这块石碑3种语言的相对比，看懂象形文字的含义。具体的方式是透过人的名字，用相似的读音在这3种语言慢慢逐一比对出来。法老孟卡拉与女神像，孟卡拉的埃及皇冠，手持权力象征的印章。哇，太多的，有机会我们自己来看看。还可以看到古埃及的皇冠，上埃及的是白冠，下埃及的是红冠，上下埃及统一的是法老王出征时统一的埃及所象征的蓝冠。有没有？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埃及最早的金字塔建造法老的加冕节日，头戴的这个头巾那右手胸前安全，左手腿上是稳定的就是呢，如果呢你的右手放在他的胸前，放在法老的胸前是安全，放在法老的腿上呢，代表呢是非常的稳定。这真的有太多的讲不完的，那无法一一的把它介绍完毕
到的，在开罗，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回教清真寺的地方，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叫做悬空教堂。悬空教堂每来的时候，一定是重兵重兵驻扎在这个地方哦。耶稣诞生之后，希律王的迫害，有段时间呢逃到了埃及去。之后的圣马克在埃及创立了 Alexandria 普特正教会哦。所以在这边呢，以回教为主要信仰的埃及呢，有10%左右的基督徒哦。那为什么叫做悬空教堂呢？其实从外观看来，还有中文解说呢吼。从外观看来，你不太容易发现，原来教堂是建在巴比伦堡垒的城门之上啊，所以就叫做了悬空的教堂啊。那你要走到里面，它才会有一个透明的地砖，这个地砖呢，才可以看得到空荡荡的脚下就是巴比伦城堡之上啊。进来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传统的像东正教一样，有没有进到这个教堂里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它其实不是一般像天主教一样，应该比较正确的来讲呢，它比较像是东正教在这里面进来这里面呢。除了崇拜阿拉之外，埃及早期受过天主教国家的统治。因此呢，教堂也是一项保留的古迹，虽然不是很宏伟，但是呢，它的古迹的历史呢，在这种回教国家当中呢，还是引人侧目哦。所以为什么会有重兵在这个地方驻扎？最大的原因呢，来自于呢，这个地方它其实很多的人家说的危险活动其实就在这里啊。为什么危险活动会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边拥有这一个教堂嘛就回教跟天主教、基督教，你也知道它是一直两个对立的所以就会产生像这样子的情况那进来这里面呢，你就可以从这个美丽的弧形装置、墙上的花雕，一直走进来，看到了这整个里面然后还有印有这一个十字架悬空教堂那莫拉克教堂是为了侍奉圣母玛利亚，在西元第3到第4世纪所建造的在日光透过顶部的照耀，呈现一股不一样的感觉来到这里，悬空教堂建在公元第3到第4世纪。很多人认为，埃及有自己的宗教。其实呢，西元600多年的时候，其实伊斯兰教已经正式取代了埃及原本的宗教哦。开罗的阿穆尔伊本阿斯清真寺是埃及最古老的伊斯兰建筑，建在西元的第6世纪。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里哦。来，一样鞋子要脱掉。要把头包起来这是进入清真寺的一些规范开罗的伊斯兰历史呢，几乎是跟伊斯兰要创建一开始就拥有了他在西元642年，先知穆罕默德呢归真之后的第10年，当时的名称呢叫做佛斯塔德。阿拉伯的军队进入这一座非洲的古城，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就是阿穆尔清真寺。
也是军队驻扎的地方，围绕清真寺的城墙，就像碉堡一样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非洲埃及在非洲啊，在北非的地方，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因为埃及是另外之类不知道身处在中东哪边，其实不是它就在非洲，所以呢，来埃及我们也可以说踏上了非洲大陆的土地这个大家知道。来做礼拜，所以我们的休息的天，这个是什么？星期天，你也拍，我也拍都不是星期五，不是星期天，我们就要到星期天，但是你们就要到星期五 ，OK， 这个 Friday，OK。有看到像城堡一样的阿穆尔清真寺以前也是军队驻扎的地方，所以一个起起来的贵呢，那想的是城堡小港固若金汤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在开罗。
没有特别在介绍的这个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是因为呢，其实清真寺在回教国家当中真的是太多了哦，所以呢，有看不完的清真寺。那现在我们又在开罗继续来到另外一个是哈利利传统市集。来，现在来到了是哈利利的传统市集，观光客当然也很多，但是呢，呈现另外一股氛围。这是水烟呐，水烟。其实水烟这种，在中国也有，在阿拉伯地区也有，差别在于呢，在中国地区的水烟是一个人吸用，在阿拉伯地区的水烟是3个人吸用哈。它其实呢是一个原理啊，利用密闭的空气，用内外空气压力的方式，将烟杯中燃烧后的香烟呢下降至水瓶当中哦，然后再把它稀释出来啊，这是不一样的感觉哦。来到这边呢，满是包头巾、深邃美女眼睛的埃及女性、埃及男性，我也在这哈利利传统市集附近聊天、喝茶，感受到哈利利传统市集。我喜欢哈利利的传统市集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就是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些画，这些画呢是画出了以前的埃及哈利利的传统市集。在300-400年前的哈利利传统市集，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张画的仿作哦。我很喜欢那一张画的氛围，它可以看得到传统阿拉伯世界的那种氛围跟感受。虽然现在的哈利利传统市集已经变成了观光区块啊，尤其是要进来这哈利利传统市集之前，这里呢有这个水烟馆跟咖啡馆林立在这个地方，也就在附近的这个清真寺啊。每到这个时间点，你就可以听得到祷告的声音我们进入到了开罗的市区，其实来到了埃及呢，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到2种情况啊。第一个，埃及开罗给人最大的感觉是什么？乱、混乱哦。但是呢，你也可以感受到它在非洲当中算是进步的国家哦。再来呢，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一样的另外一种落后的感觉，但相对之下，你也可以感觉到它贫富悬殊的差异，这就是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从开罗的拉美西斯火车站来到这边，我们将搭上一个晚上的火车。这个晚上的火车呢，不是很舒适，也不是很豪华，但是绝对是你人生当中最特别的体验呢。从开罗到亚斯文啊，很多人还没来埃及之前呢，对埃及充满了神秘的幻想。但是你知道吗？要完成这神秘的幻想之前，你自己要有经过一番寒彻骨啊。埃及有一点落后哦，所以它的落后是很多人不太能够习惯的。但其实呢，是中老年人不习惯了，少年郎啊，对埃及的习惯度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哦。
拜。